梵高總是讓人熱淚盈眶，感動的都哭了。跟大師的作品站在一起，沾一沾灵气。刚刚在手機裡翻出一張照片，16年前在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拍的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这儿还有个老吊车，就这个建筑物正在建的时候啊。16年后来了之后，已经可以住在这儿了。Hey, ladies and gentlemen, foreigners and Americans， 我是安杰罗斯多。今天呢，此时此刻我在荷蘭阿姆斯特丹。今天呢，跟大家做一個關於荷蘭的視頻。上一次我來到荷蘭阿姆斯特丹，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車站最左邊的一個飯店，一個酒店啊。這一次呢，我住在阿姆斯特丹最右邊的這一個酒店。所以呢，我現在從此時此刻啊，我從這個酒店啊走到上一次我居住的那個酒店，然後順便跟大家聊一聊天兒。我們中文總說荷蘭，實際上人家荷蘭真名啊叫尼德蘭，就像其他很多國家一樣，英文和中文基本上沒有任何關聯啊，類似於 China 啊是中國， Japan 是日本， Sweden 瑞典， Germany 德國，實際上人家德國原名叫 Deutschland 啊，德意志蘭，德意志國，簡稱德國就通了。 Korean 高麗人就通了。我感覺荷蘭是全世界唯一或者少有的國家與人種與中文互不相通的。你看，國家是尼德蘭，人種是 Dutch， 中文叫荷蘭，你這三個互相沒關係。實際上 Dutch 是日耳曼德意志的意思， Deutschland。因為在自古以來，荷蘭人和德國人是共主。過馬路注意安全，這荷蘭人個個他媽肩膀頭都比我高。以前的荷蘭國是尼德蘭，總統德意志，風車鬱金香，人人馬學士。但是現在的阿姆斯特丹是紅窗映豔燈，運河通古城，青煙迷夜生，獨孤染春城。具體啥意思自己悟。青煙迷夜生，到處都是抽大麻的。那天我跟我家人拆個印，在這門口弟兄們點起來了，造起來了，挺到位。到了21世紀了，當年的日本人搞脫亞入歐，他們學的不是英美，學的是荷蘭，學的是蘭學。因為人家荷蘭是資本主義的先行者，在17世紀荷蘭就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鬱金香泡沫玩完都剩下300多年了，中國人才整什麼君子蘭，就差這麼多年。人家荷蘭人玩剩下的都玩完300多年了，中國人才撿起來。你說差多少年？我讓你說差了多少年？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是全世界最早的股票交易所，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也是全世界最早的跨國股份公司。此刻在我身後就是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車站。在2010年的時候，我手上正好有申根簽證。當時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搞活動，推出了快樂飛，980元飛阿姆斯特丹，980元飛洛杉磯。那當時正好我有申根簽證，我就來了。南航快樂飛980，但是燃油費是2000。當時我就從廣州飛到阿姆斯特丹了。跟我在飛機上坐在一排有個大哥，西裝革履，戴個眼鏡。我問他，大哥，你買這票多少錢？他說1萬多。我說真假的？真的呀。我說往返1萬多，單程1萬。我一聽我心裡老舒服了。中國人有一個特點，就看着別人吃虧他高興，看着別人買東西買貴了他高潮，看着別人他媽吃虧了上當了他也高潮，看見別人賠錢就跟他賺錢似的，看見別人發財就跟他賠似的。沒辦法，恨人有笑人無。大哥說單程1萬多，往返2萬多。我說我天，我就告訴他我這多少錢買的。大哥說沒事，我這單位報銷。我說那還說啥呀，是吧？我說大哥你哪個單位的？他說我是中國銀監會的。咱也不知道中國銀監會是幹啥的。當時這個大哥代表中國政府
中國银監會來歐洲談判開會，關於信用卡詐騙、信用卡盜刷來參加會議。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叫胡猛，要不然姓胡，要不然名字裡有個猛，反正具體記不住了。最搞笑的是啥呀？过年的时候，这个大哥呀就给我发了条短信拜年啊，前面是祝福的话，最後落款中國銀監會胡猛。當時我姐閒着沒事幹，翻我手機，看完這條短信嚇壞了，他這誰呀？我咋着？怎麼是銀監會的呢？我的親姐看完之後嚇了一跳，因為她沒看清，她以為是銀監會的，因為她也沒仔細看，她誤以為是銀監會的。當時我和這個大哥下了飛機之後麻煩了，我被卡住了。為什麼？因為我當時沒有荷蘭的簽證，我只有意大利的簽證。因為當時我只有意大利簽證，我的第一張意大利簽證還是2008年的時候拖後門在北京辦的。當時意大利大使館簽證處的主任看在意大利駐華婦聯的主席的面子上，走了走形式，特批的。從阿姆斯特丹一下飛機，我前面有個老太太在我前面入境，海關就問她你會英文嗎？她說不會，直接叫小黑屋去了。看完嚇得我腿都軟。然後海關就問我你會英文嗎？我說我會。當時荷蘭的海關翻了翻我的護照，又看到我的簽證，就認為我不符合入境荷蘭的規定，沒資格入境荷蘭。海關就問我你來荷蘭做什麼？我說旅遊，坐火車去法國，去意大利，坐火車再回來。因為當時的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快樂飛這個活動只有很少的目的地，比如阿姆斯特丹，比如洛杉磯，這極少。所以說即使你快樂飛，只能快樂飛個別的地方。用今天的詞兒就是啥？早鳥票，因為你買的早就給你便宜點。當時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私護照出國，自己一個人去歐洲的人基本上沒有，微乎其微，多數人是跟團，就包括我旁邊那個銀監會大哥，人家是因公出國，因公護照。而且當時我是一個人，還這麼年輕，海關就非常提高警惕，害怕我是來打黑工的，害怕我來國家給人添麻煩。人家說你去法國、意大利幹啥？我說我去玩滑板，同時我也提供了我從阿姆斯特丹到巴黎北的高鐵票。海關當時就愣了，你會玩滑板？我說對。荷蘭的海關聽到我會玩滑板，就仿佛中國人聽到有一個意大利人會唱京劇，有一個愛爾蘭人會唱豫劇，感覺太新鮮了。中國人竟然會玩滑板，感覺太意外了，就仿佛看見外星人。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在歐洲的印象，要不然是旅遊團、旅行團旅行，要不然就是偷渡打黑工，從來就沒見過我這種品種。當時海關就說：“那你給我表演一個滑板。”我說：“我都坐飛機坐了16個小時，腿都軟了。”當時檢查我入境的海關應該是個海關的小領導。海關說：“你就來吧，別管了。”當時海關這個主管就把所有的海關關口全給關了，歐盟通道也關了，外國人通道也關了，誰也別走了。咱今天就看看今天這個中國人要表演滑板，來，你表演一個。我就硬着頭皮把我脖子上這個單反相機給摘了，把我身上這8寶莉的羊角扣的風衣也脫了，直接沒有熱身，我就把我單反相機和這個羊角扣的風衣就放在這個海關的櫃台上了。我把滑板就放在地上，準備做一個 kick flip，K flip， 中文就是用腳尖翻板。這個滑板動作就是用你的腳尖啊，把滑板在空中踢翻一個圈，然後再站上去。大家想一想，各個航班、各個國家的人都要入境，但是此時此刻所有人都着急等着入境，人家荷蘭的海關把所有的海關關口都封了，那當時得是啥狀態？現場真的就跟耍猴似的。我也不知道大家在中國見沒見過耍猴，裡3層外3層，你想看一眼都沒有機會，因為水泄不通，根本進不去，根本都排不到前3排。當時荷蘭的機場入境處也排了幾百人，呼吸空氣都是一股熱浪，因為大家伙都得等着我把這個事辦完，大家伙才能入境。我直接都不用熱身，大2聲清脆的聲音，滑板在空中翻了一圈，我的2個腳又踩住了板，這4個輪子平穩的落地，嘎一聲，一次成，老外都服了。荷蘭的海關領導帶着頭鼓掌，現場這掌聲都哇哇的。海關的小領導直接給我來個大拇指，直接親自給我蓋章，咔咔
歡迎我來到阿姆斯特丹。当时一下子颅內直接高潮了，一下子就感觉沒給中國人丟臉，掌聲太激烈了，直接拍的都給我拍陶醉了，真的，呱呱呱，掌聲哇哇的。到今天我回想起來依然很開心。說實話，我在美國生活了10幾年，同時我也做移民訪談錄採訪移民，我採訪加上我認識的華人也得幾百上千了嘛。都說辦美國簽證那天通過之後都不知道怎麼走出大使館，因為直接颅內高潮了，一路都飄着，都忘了自己是怎麼走出大使館的了。但是根據我本人的經歷和感受，我一晚上沒睡覺，12個小時，16個小時窩在飛機上，幾百個洋人在那兒圍着你，也是有一點點壓力，是吧？滑板 K flip 一次成，荷蘭呢就錄了这一會兒來他媽10輛了，當時洋人的掌聲都快把屋頂掀了。就這一次分泌的多巴胺是贫下中農辦下來美國簽證這個快感的100倍。現在入境申根也沒啥意思了，因為拿美國護照入境申根連問都不問，也不問你住多少天，也不問你住哪兒，直接蓋章咔咔咔咔。但是2026年歐盟申根要向美國公民收取這個網上注冊費了，現在此時此刻還是免費。荷蘭人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荷蘭人的身高和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車，现在可能也不是高峰，也不知道咋着。平常上一次来这自行車这麼說吧，上萬輛，數以千計，就是這個停車場。上一次來這停車場這兒掛了一個 slogan 大的那個海報，上面寫一個愛，這一個心，底下一個阿姆斯特丹，還是愛心是 bicycle， 我愛自行車。人的記憶真的是有偏差的，想起來姜文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他就說也不知道這事兒是真的，也不知道是假的，也可能記混了。我印象中我住的那個酒店是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第一個 hotel， 第一個酒店，不是 hotel， 大車店就對了，因為人家酒店叫這個 IBIS， 這個是 hotel， 我住的是大車店啊，這家大車店啊，第一個馬上到了。現在我去問一問多少錢。我說實話，16年前啊，我來阿姆斯特丹轉高鐵轉火車啊，不是說轉機，我就心想晚上別睡了啊，弄一晚上，將就一晚上，東北話將就挺到位，太講究了，太好了。這個人他媽講究我，誰他媽講究我就是罵我，太講究了，不是太將就了啊，將就湊合一下。中文是最難，但是你天天說你就流利了 ，fluency 了。16年前的我真的準備在街上過夜了，或者準備在火車站忍一忍，第二天就坐火車走了。但是溜達溜達就困呢，實在睜不開眼了。我說咱也別省着10塊8塊的了，是吧？就下榻吧。我看前面一個人，我就跟進去了。我那個大哥多少錢？60塊錢。我說60塊錢也不多，60歐元是吧？到我班了。我多少錢？他說他媽沒房間了，現在有個多人間，本來是120多100多，但是我看你不容易是吧？也下半夜了，也得他媽1點或者12點，給你打折吧啊，98吧啊，96還是98忘了，就差幾塊錢，100塊錢，100歐元。當時給我心疼壞了。為啥？你當時我記得共和國你300塊錢一個月或者幾百塊錢一個月都能招一個工人了，你這100歐元當時是8塊8，那880，你給工人開3月工資了，你這開玩笑。當時我就入住了啊，大車店，真的大車店。什麼是大車店？沒有自己一個屋洗澡的，而且這個屋裡有個4人間，我印象中是4人間。我說真不容易，趕緊躺下就睡。但是在當時场景，錢一花完，是又激動又心疼又憧憬，他媽大腦他媽亂套了。好不容易睡着了，媽電話響了，王老板，我打錯號了，我氣的。這電話一共接2電話，全是打錯的。王老板，我天！當時中國移動的營業廳，人家這服務員啊，人真不賴，就害怕啥呀？你也別拿你號漫遊出國了，我就額外給你個號，這便宜，我便宜不要緊，哇塞，全是。結果便宜是便宜，結果拿上這電話接的所有電話都不是找我的。我第一開始誤以為這家是，走過來發現已經不在了。
可惜你已不在。不明白，不明白，为什麼我不能放得開？可惜你已不在。我操，今天我來找你，可惜你已不在。突然你會有一天了解，可惜我已不在。今天我想找找人家，他媽不在了，黃了，也可能是那一家。人生真的就是有趣兒，有意思。之前來阿姆斯特丹，住最靠近左邊，這回來最靠近右邊，向左走，向右走。在阿姆斯特丹住的這2晚上是用希尔顿的積分，65000分一晚，含早餐，可以到位了。邢台那哥們兒一個小弟，之前去當兵去了，給我轉了13萬分，正好到位了，就相當於給我開房了。如果我沒有記錯，之前我來阿姆斯特丹住的就是這家酒店，如果政府還讓他開，應該就是這兒。為啥？因為這是第一家了，我印象中它是第一家，現在第一家已經是甜品店了，甜甜圈当当了。伟恒店了，這家也是甜品店，這家是咖啡 shop， 不在，不在。阿姆斯特丹也得整理市容，不在。黄鋪找不着了，變化太大了。你就想想，16年了，人家女朋友都跑了7、8個了。你正常16年，那女的都跑多少個了？婚都離多少次了？誰還等着你呢？对不对？阿姆斯特丹真不錯，黄赌毒中心的，有毒蘑菇、大麻。女的是橱窗女，我媳婦說你去吧，這媳婦上哪兒找呢？这你去都浪費錢，他不是說不讓我去，讓我去，心疼我浪費錢。這媳婦上哪兒找？淨嘮這個，想起來是古惑仔了啊！古惑仔有一集，蔣先生帶着浩南來鹿特丹了，好像還是阿姆斯特丹，看六指書來了。當時說這蔣先生說給那六指書拿點錢。六指書就說句啥話，1993年就說句啥話，不用，我有低保。这浩南就說了，我操，這一個月他媽1萬多港紙，誰也別吹牛逼。你今天此時此刻，誰他媽領低保或者誰生活質量達到1萬港幣？人家是90幾年，他媽30年前。看遊客給我打招呼了，瞧阿杜的，幫助阿杜子，這算個項目。阿姆斯特丹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自行車，這洋人不知道為啥騎上自行車也好喊。也不知道為啥，這洋人啊騎上自行車也好看，尤其北歐的這洋人，臉小身子長，騎上自行車也好看。咱這同胞，我操，開上賓利他也不好看，不知道咋整。一看到荷蘭的船，就想起六指書住船上。你看人家這生活多悠哉，人肉電池毛驢就知道拉磨，我操，到死他媽都不知道咋死。人和人就是有區別的，國家和國家也是有區別的，逼格不一樣，逼是一樣的逼。裝上看高低，那沒辦法。現在我開始往回走，再不往回走趕不上火車了，一會兒坐火車得去倫敦。昨天我和我的家人去了Van Gogh博物館，就是梵高博物館。我的老婆從1樓直接哭到3樓，那梵高實在太偉大了。梵高的偉大是他從來不隨波逐流，他只專注畫自己想畫的東西。枯萎的向日葵，家門口的樹根，這爛麥田，這各種麥田，吃土豆的人，自己住所的外觀啊是黃房子，自己的小房間跟这家庭旅館似的。但是你就單看他的筆觸，你就感覺這個人傻傻的、憨憨的，挺實在，從來不玩花活，從來不炫技，只是單純的用顏色去表達，完完全全的擺脫了之前所有的流派、所有的風格。自己原創出來一套風格，咬着牙硬挺，不懈的堅持，最後成為後印象派的奠基人，當之無愧成為今天地球上最有影響力的畫家。為什麼我說梵高是最有影響力的畫家呢？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鎮店之寶梵高的自畫像，以及第一部紐約的當代摩馬鎮店之寶梵高的星空，洛杉磯蓋蒂中心鎮店之寶鷹尾花 Iris， 大英博物館的鎮店之寶向日葵。並不是我個人說梵高是繪畫界的大哥大，而是當今世界的這些財閥機構給人家梵高背書。梵高的故事太他媽感人，太有故事了，又感動又憂鬱，不可複製。因為梵高的作品在他活着的時候，當時基本上沒有任何價值。在梵高和他弟弟的書信中，梵高說他沒有任何朋友，
他只有他親弟弟這一個朋友。感謝你讓我這個無業的人成為藝術家，而你卻得不到任何回報。哎呦我聽完他媽，我當時眼淚乾出來，太他媽感人。梵高也給他弟弟畫畫，也畫一些作品啊送给他弟弟。他弟弟呢把作品掛在他的家中，給他哥哥回信。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家中牆上掛着你的畫，我看到就會感覺到開心。由於梵高支付不起那些模特的費用，所以他經常對着鏡子畫自己。由於大量的書信往來，你想想18幾年，那是也沒互聯網是吧，也沒微信，只能寫信了。梵高又结識了一名郵差叫魯林，因為梵高是一個孤僻的人，沒有朋友，因為這個郵差啊經常給他送信，所以就認識了。認識了之後呢，梵高就給這個郵差的全家每個人都畫了肖像，而且每個人畫了很多幅。但是作為模特的報酬，魯林的全家每一个人挑一個他們最喜歡的梵高的作品。你想想，這就相當於啥？2010年的時候，梵高送給魯林家10萬個比特幣，甚至100萬個比特幣，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拿住。最逗的是，梵高在精神病院裡創造出星月夜，就是在紐約當代摩馬的那個星空。我第一次2010年的時候來到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那站前呀有一個現代藝術展。你看人家荷蘭是什麼底蘊，在火車站站前2010年辦現代藝術展。那個時候河北石家莊那個站前正給你換錢呢，你給他100，本來給你找你90，給你找10塊錢，給你找你20。這就是國與國的逼格。當時我在這個火車站站前看見2個特別驚人的作品，至今我還記憶猶新。其中一個就是啥呀？其中有一個作品就諷刺女性拜金主義，或者是 Golden Digger。為什麼？就畫了很多房別墅，獨立屋的底下長出倆腿啊，相當於腿給掰開了啊。有黑絲襪，有粉絲襪，有沒穿絲襪的。就是啥意思？你買完房讓你進，毛新宇講話了，沒有房子不能結婚呢。真是這樣，我操！你別說他媽中國這樣，荷蘭也這樣。荷蘭當代藝術家都給畫出來了，他畫了很多啊。我印象中我拍照了還是沒拍照，挺遺憾，該照下來。但是你照下來那是抄襲，但是人家有這個概念已經形成了。藝術家給你畫了很多各種各樣的房子啊，都挺好看的。房子底下開倆腿，走，有房就讓你進，沒房不讓進呢，太難了。世界早都大同了，哪國沒房也不讓進，太難了。哪國沒房也腿也不給你掰開，個個倆腿的整成這姿勢，我操！有房就行。也就是說，在10幾年前的荷蘭，當代藝術家就批判這個房價太高，房價太高導致很多人喪失交配權。第二個作品是一個彩色的連環畫，第一格是梵高對着這個向日葵在那畫，第二格是向日葵啊給掉下來了，砸着這個梵高頭了，第三格梵高暈了啊，頭上有小鳥有星星啊，砸懵了之後，等他醒過來之後，他就開始畫畫的時候就轉着圈畫啊，畫出來星空了，畫出來向日葵了，全是暈的畫，轉着圈，筆觸在這轉着畫，因為他被砸暈了。最後一格是一個滑板少年，歪戴着棒球帽，褲子掉了一半，拿了個 iPhone， 還畫出個 iPhone， 拿着 iPhone 拍牆上的這個梵高的向日葵，這是一組連環畫了。今天我們回過頭來再看這2幅作品，還是那麼搞笑，還是那麼寫實。最後我們討論一下為什麼要親眼的看一看這個真跡和原作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印刷品的色調發暗，可以說你肉眼去看完全是2個顏色。你在看真跡的時候，有的顏色就跟燈一樣是發亮的，很透，但是在印刷品上，在互聯網上那些照片，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顏色就發暗，就失去活力了，顏色不對。也就是說作者大師們想表達那個顏色不對，就不是他想表達那個東西了。梵高27歲開始畫畫，畫風的氣質就感覺笨笨的傻傻的，但是你要是專科學校畢業的，你反而畫不出這個感覺了。即使你想往這個方向去畫，你的專業課老師也得罵死你，同學們也得笑你，同學們也得笑話你是低能兒。這就好比影視表演一樣，
那些科班畢業的專業演員拍的作品，你不一定喜歡。反而馬大帥人家全員的非科班畢業、非專業演員拍的那個東西，至今那些專業的演員誰也超越不了，沒辦法。也就是說，很多東西你只要經過專業的訓練，那就完了，那就廢了。人得先瘋了，才能有所作為。現在出門看梵高去了，穿上西服表示尊重，謝謝啊。现在出門看梵高去了啊，穿上西服表示尊重，假也不做人。